你哋有冇試過身邊有啲人明明係佢哋嘅做錯，但係最後反而要你去道歉？明明係佢哋傷害過你嘅，但係你好似覺得自己有問題。如果係咁嘅話，你可能就遇上咗自戀型人格嘅控制啦。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V。之前同大家提過自戀型人格 NPD， 佢哋咧有12種好隱藏嘅操控手段嘅，可以令你喺不知不覺間失去咗自我，甚至會開始自己懷疑自己嘅記憶啦同埋感受。最得人驚嘅係，你可能完全冇意識到自己已經被操控，仲以為呢一個係愛。今日咧，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呢12種操控嘅手段，等你可以一眼睇出佢哋，同埋最重要嘅係點樣可以保護自己，唔好俾人操控，避免喺一生中咧最痛苦嘅創傷性經歷，重新攞返自己嘅主導權。好多時候咧，被控者即係受害者咧，通常咧都意識唔到自己已經俾人操控㗎喇。我哋好少會去懷疑嗰啲本身應該愛我哋嘅人咧，會去操控我哋嘅。我哋唔會諗到，我哋愛嘅人居然會成為自己成功路上嘅阻礙。首先要講下啦，一個好殘酷嘅事實，想改變一個自戀型人格障礙嘅人咧，幾乎係冇可能嘅。最好嘅選擇就係離開。但係如果呢個人係我哋嘅父母啦、伴侶啦，或者其他好重要嘅人，可能離開就有啲困難啦。一個自戀型人格嘅人咧，喺我哋嘅生活中會令到我哋嘅生活咧變得好辛苦嘅。但係當我哋識別出佢哋嘅控制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改變自己回應嘅方式，令自己免受傷害。所以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講下點樣識別呢12種操控手段。第一，邊界糾纏。邊界糾纏通常就係發生喺屋企入邊嘅，對家庭嘅成員之間咧嘅角色啊同埋義務咧混亂。想象一下啦，本嚟應該係父母照顧小朋友嘅，但係咧就變咗小朋友要照顧父母嘅情緒，或者係家長咧成日同小朋友講，如果唔係因為你，我早就離咗婚啦。呢啲就係角色嘅混亂啦。我記得有個朋友同我講過，佢細個嘅時候咧，經常都聽到呢啲説話嘅。佢阿媽咧成日喊住同佢講：我為咗你犧牲咗咁多，你第日咧一定要好好咁樣報答我啊！搞到佢覺得咧自己好似欠咗阿媽好多啦，任何嘅決定都要考慮阿媽嘅感受先嘅，完全咧就冇咗自己，亦都冇咗邊界感。自戀者會不斷咁入侵你嘅邊界，唔尊重你嘅獨立性同埋需求。另一段關係咧嘅界限模糊不清，佢哋會話啦：我係為咗你好㗎，但係實際上咧係想控制你。呢種對人對其他人冇邊界、忽視邊界咧，就演變成一種操控啦。操控者會講或者做任何佢哋想你做嘅事，你嘅反抗咧都起唔到任何作用嘅。喺呢啲操控嘅過程中咧，係非常之隱蔽嘅，往往以愛嘅名義出發，跟住咧隨住時間嘅流逝咧，破壞性就不斷增強，直至最後咧就造成一啲不可挽回嘅傷害。扭曲性轉移投射。自戀人嘅人咧，好容易去扭曲事實，轉移話題，逃避事實嚟到做呢個控制嘅手段嘅，目的係為咗避免正面回答你嘅問題啦，
避免自己嘅謊言被人哋督穿。譬如你問佢點解你遲到啦，或者點解你咁夜返啦，佢就會話啦，你成日都係咁挑剔嘅，我壓力好大㗎嘛，我返工已經好辛苦㗎啦，返到嚟屋企仲要俾你鬧，完全避開咗原本嘅問題，反而將問題呢就指向你。佢哋會透過編織謊言呢嚟到扭曲事實嘅，透過轉移話題呢嚟分散你嘅注意力。你俾佢帶下呢，就唔知帶咗去花園邊度㗎啦。或者呢去答一啲唔相關含糊不清冇意義嘅嘢呢嚟到敷衍你。佢哋最終嘅目的就係為咗轉移你嘅注意力啦，轉移你嘅視線啦，令到你產生困惑。咁咧，佢哋就可以唔使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啦。放大缺點，自戀者會無限放大你嘅缺點、錯誤同埋失敗，故意忽視你取得嘅成就。喺關係之中咧，佢哋會忽略你嘅成就同埋優點，唔會為咗你取得嘅成功咧而感到高興嘅，亦都唔會咧去讚你嘅優點嘅。譬如你考試已經考咗90分咯，佢哋唔會讚你㗎，反而會話點解唔係100分啊？咪因為你唔夠專心咯，咪因為你懶咯。隔離小明次次都考到100分啊，你睇下你就係唔夠努力咯。但係你嘅缺點同埋錯誤都會被佢無限放大，用嚟作為每一次嘅攻擊同埋貶低嘅武器，令到你產生自我懷疑，從而咧就認為自己一無是處，亦都冇嘢做得好嘅，形成呢種循環呢，就會令到你變得容易俾人控制啦。我有個朋友話，佢前男友咧成日記住一啲咧好細微嘅錯誤，每一件嘅小事，然後佢會喺佢開心嘅時候，即係當我朋友開心嘅時候咧，佢就會講出嚟，令到佢自己咧覺得自己好廢啊。第四，使用你嘅情感去攻擊你。自戀型人格嘅人呢，就會利用感情去攻擊你嘅。當你由佢哋所做嘅事感到失望嘅時候呢，佢哋唔係關注反思自己嘅行為本身，佢哋會將注意力放喺你對佢哋不滿，指責你對佢哋嘅不滿。你點解咁小氣㗎？你咁樣你係咪唔愛我啊？我咁辛苦都係為咗呢頭家嘅啫，你咁樣對我嘅？將個問題推去你度，令到你覺得自己唔啱，真係自己有問題咁。當你客觀咁樣反對佢嘅睇法，佢哋咧就會試圖去貶低你啦，甚至攻擊你。呢一種操控咧就會令到你長期壓抑你嘅情緒，令到自戀型人格嘅人咧逃避咗被責怪啦，從而咧實現對你嘅控制。第五，羞愧。大多數嘅操控者咧都非常之善用利用人哋嘅羞愧去實施操控嘅，呢種都係佢哋鍾意羞辱人嘅原因咯。對受害者提出嫌棄啦、輕視啦或者失望，係佢最慣用、最鍾意嘅手法。我真係好失望啊！點解你係咁嘅人嚟嘅？我養到你咁大咁辛苦，你咁樣嚟報答我啊？你令我覺得好冇面啊！你叫我點樣去面對其他人啊？佢哋鍾意將自己置身於事外，好似自己咧只係一個觀眾，目的咧就係為咗令到受害者覺得自己冇價值、冇能力，令你咧更加依賴佢。如果你跌入佢呢一個陷阱入邊咧，你可能就會被困喺一個極端嘅思維模式入邊，好難走返出嚟㗎喇。你會不斷懷疑自己嘅價值，覺得自己配唔上被愛，製造幼稚。呢個係另一種非常常見嘅操控策略。
透過咧強調你缺乏知識啦，或者生活經驗啦，透過你處於一個好弱勢嘅位置啦，或者係一個小朋友啦，喺你兩個人嘅心目中嘅地位咧，建立起你係需要被照顧，你冇辦法咧做好每一件事嘅，從而降低你嘅地位，剝奪你做決定嘅權利。嘿，你唔明㗎啦，等我教你啦。嘿，你咁後生都唔明呢個世界係點樣嘅，等我教你啦。你冇經驗，你要聽我講㗎。呢啲説話咧，聽落好似係關心，但係實際上咧就係要操控你啦。呢個就係令操控者咧對你保持全方位嘅控制。你會懷疑自己嘅判斷力，覺得自己咧真係好幼稚，乜嘢都需要由佢去決定嘅，乜嘢都要依賴佢嘅。合理化，當一個自戀者做錯事又冇辦法逃避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努力去編造藉口同埋謊言，令到呢件事咧變得合理化。我係因為太關心你先至會咁樣做嘅啫。如果唔係你激嬲我，我點會咁啊？我都係為咗呢個家好啫。我壓力咁大，你都唔體諒我嘅。佢哋嘅藉口咧，通常都係錯漏百出嘅，全部都係欺騙同埋謊言嚟嘅。雖然咧，好似理由好充足咁樣，聽落好似好受落咁樣。如果當受害者咧接受相信佢哋嘅話咧，就認為呢啲係可以合理嘅解釋咯，同埋可以接受咯。操控者咧仲可能會針對唔同嘅人編造唔同嘅謊言同埋藉口，最終嘅目的咧就係逃避責任同埋人哋嘅責怪。佢哋編織各種嘅謊言嚟到呃你，或者令到你覺得自己好蠢啦，冇經驗啦，或者你唔明白佢哋啦。咁佢哋就可以好正當嘅名義咧達到佢哋嘅目的啦，從而亦都唔會受到其他人嘅責怪啦，隔離你同外界嘅聯繫。操控者會故意同你鬧交，然後話俾其他人聽，令佢哋反而針對你、怪責你。呢種欺凌咧有好多方式嘅，取決於發生嘅環境唔同嘅事情但係基本上咧都會係採用煤氣燈操控呢個方式，或者其他隱性嘅操控。譬如佢哋會喺唔同嘅朋友面前講佢係咁任性㗎啦，我真係覺得好無助你都見到佢個人係咁㗎啦，我已經盡力㗎啦，我已經好就佢㗎啦，令到其他人咧一齊反對你，或者係攻擊你。你可能咧仲冇意識到發生咗咩事但係操控者咧最終嘅目的就係為咗分裂你同其他人嘅關係。一旦當你冇咗支持嘅人啦，身後冇咗人去 support 你嘅時候咧，操控者咧就會對你進行更強嘅控制。你會發現自己咧越嚟越孤立，越嚟越要依賴佢哋。隱性嘅攻擊，操控者鍾意隱藏佢哋嘅攻擊同埋虐待，佢哋會將指責包裝成為咧有用嘅建議、經驗啦，或者係一啲潛在嘅解決方法啦，令你相信佢係真心關心你、幫助你嘅。我係為你好先至咁樣講㗎咋，我有經驗，你要聽我講咧就啱㗎啦。我睇呢件事咧就不如咁樣做啦。呢啲建議咧就可能會伴隨住操控者佢哋想你做乜嘢，想你點樣做嘅一啲方法。你會覺得佢哋係真心為你嘅，因為佢哋講嘅嘢咧好似喺度幫緊你啊嘛。但係實際上你嘅自信心就會被佢一點一點咁樣去磨滅、去蠶食。第十，享受你嘅痛苦。自戀型人格咧好享受咧去睇到受控者喺壓力底下嘅狀態，
佢哋咧會精心設計一啲圈套啦，透過破壞啦，好似頭先講啦，佢會喺後面中傷你啦，或者透過一啲動搖受害者嘅信念啦，去打擊受害者嘅信心，令到受害者一直處於失敗嘅位置，然後就用失敗去質疑你，從中咧就獲得快感。譬如佢可能會喺你面前同你大吵一輪，影響你聽日可能去見工面試嘅狀態，然後你面試失敗咗啦，佢就會話：唉，我都話咗你唔得㗎啦。呢種咁嘅操控手段係好隱蔽嘅。當自戀型人格咧咁樣做嘅時候，佢哋可能就係為咗保護同埋隱藏自己內心脆弱極同埋缺點。透過對你睇到你嘅痛苦，佢哋就覺得有優越感啦。當操控者反過嚟怪責你係一個操控者嘅時候咧，佢知道你會反抗佢嘅指責嘅。佢會話：你先係最自私嘅人啊！唉，你成日都想點就點樣嘅，你成日都想控制我嘅。誹謗嘅目的咧，就係為咗令到你產生內疚感。呢種操控咧，亦都係一種好常見嘅手段嚟嘅。喺你仲未明白發生咩事嘅時候咧，你已經被錯誤咁樣擺咗喺一個定位，令到你自己咧有孤立同埋有一個好內疚嘅情感。最後一招，扮演受害者。雖然自戀型人格咧，佢哋通常都係令到人哋成為受害者嘅，但係佢哋都好鍾意扮受害者。佢哋會為咗自己嘅行為揾藉口，聲稱佢哋幾咁痛苦啦，有其他嘅環境啦，或者其他嘅人咧，俾佢哋造成傷害嘅。佢哋可能會指責佢哋操控嘅人係操控緊佢哋。佢哋咁樣做係因為佢哋想其他人喺其他人裏面咧獲得同情同埋憐憫，令到佢哋咧逃過指責嘅同時咧，亦都可以獲得其他人嘅支持，亦都令到個受害者失去支持。點樣保護自己呢？總括嚟講咧，自戀型人格咧嘅目標就係控制其他人。呢啲操控策略咧係侵害咗受害者嘅獨立自主，令到你產生自我懷疑，開始咧亦都令到你失去社交支持。當你變得脆弱嘅時候咧，佢哋就更加容易操控你啦。呢種操控行為咧係有反社會特性嘅，屬於一種人格障礙。無論如何，當你了解咗呢啲操控手段啦，以上講嘅呢12種啦，你就容易啲去識別出自戀型人格佢哋嘅操控嘅手段啦。記住設定你嘅邊界，關注自己嘅感受，保持適當嘅距離，唔好為咗迎合佢哋而忽視自己嘅感受。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如果你哋身邊有呢啲人嘅話，記住要保護好自己。你有權利擁有健康嘅關係，唔需要忍受任何形式嘅操控。記住，你嘅感受係最重要嘅，你嘅邊界亦都係好重要嘅。你值得被尊重、被愛。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